欢迎收看又是蝙蝠，我是蝙蝠云。得益于闪电侠电影的上映，所扩充的蝙蝠侠形象玩具产品，除了为现代蝙蝠侠电影奠定基调的来自蒂姆·波顿宇宙的迈克尔·基顿版蝙蝠侠，另一位相对的在时间上就和我们没那么多距离感，来自扎克施耐德宇宙的本·阿弗莱克。这是厂商蝙蝠侠玩具历史上都几乎绝无仅有的载具套装，结合其产品配置、售价，在同系列所有的1:6产品里，产品规格也算相当高。这套产品的包装有着极其震撼的尺寸，长度超过1米，但是除了震撼的体积，包装的美术设计平平无奇，几乎可以看作是玩具官图的挪用，甚至和系列统一的使用电影海报的处理方式都不同，和系列其他产品相比显得比较边缘。大面积以形象特征色为主基调的蓝色，修饰性的闪电元素和点缀性的一抹黄光是融汇入侵的闪电侠元素。唯一的特殊工艺烫金也是顺应了电影 logo 的边颜色，美术的亮点不多，材质薄瓦楞。对于包装尺寸和产品规格而言，外箱的材质工艺相当寒酸，最基础的包装强度也不咋地，打包相当厚实，到手依然不是印子就是坑，随手点一下都留痕。对于内部的产品和包装本身的品相都没起到啥保护作用，不比廉价产品强多少。形象出处依然是23年的电影《闪电侠》，相比电影中更加着力刻画的迈克尔·基顿版蝙蝠侠，这个在玩具产品上有着更高规格的形象，相比之下在电影里就是边角料。迈克尔·基顿版蝙蝠侠作为一个在电影中立得住的形象，有着为其量身打造的戏份，对于情怀的追忆和对于人物性格的塑造都让他是无可取代的。电影里的戏份只有通过这一版演员的这一版蝙蝠侠来塑造才有信服力，而相比之下的本·阿弗莱克版作为电影中主角的伙伴和为电影热场的角色，完全没有针对形象的细致刻画。他这场戏换任何一任蝙蝠侠来演，甚至换成非蝙蝠侠的其他正联成员都成立，也就是个骑不骑摩托的区别。蝙蝠侠形象的人物塑造也可以说是一团糟，主要被当作一个承担搞笑戏份的角色，完全没有在电影中留下对应角色、对应宇宙的记忆点。不论当它是导剪版来的还是院线版来的，都称不上立得住。那对于本次形象的战衣设计，它也有着非常鲜明的半成品感。这部电影中迈克尔·基顿版蝙蝠侠的战衣就是上世纪其主演的2部蝙蝠侠电影形象的融合，虽然保守，但因为设计基调统一，相对的观感上工整，也能带动一定的情怀共鸣。你看这个形象，它的设计外观上就相当臃肿。一个产品上存在2条设计元素线，其一是倾向漫画的，不论是首次在大银幕上出现蓝主色的披风和头盔，还是披风头盔的接近一体化表现，都在向着漫画外观靠拢。第二个元素是金属风格，但是它没有融入于偏向漫画设计的框架，制作结构简单、线条流畅的修身甲，而是更偏向在之前的正义联盟电影中出现的半甲造型，甲片由绑带固定在战衣上。这套战衣甲胄在外观上相当突出，但又不完整，视觉最重心的头部却没有任何的盔甲属性。这套战衣作为一套摩托服，它是赛车的骑行方式，接近于趴在摩托上骑，在迎敌的时候头在最前面。电影里有无数这样的特写，骑行过程中最需要强化防御的位置却完全没有针对性的护甲，骑个摩托护膝、护腰、护肘、护肩全安上了，没戴头盔。腹部和裆部这2个位置也缺少类似甲片的细节填充。正义联盟形象的战术装甲裆部也是没有甲片的，但是因为周身护甲表现的完整，能让人忽视小区域的薄弱。但是这个战衣缺甲的位置，它正好在一条线上，观感上一下就从一个点空变成一大片空。尤其电影中有这么一幕，这蝙蝠侠站着插手而立，对于战衣的视觉效果有一目了然的怪异感，仿佛一人上半身穿了个钢铁露脐装，下半身没穿裤子一样。而且上面腹腔不挡，下面裆不挡，那要害部位该挡的地方是一点没挡上啊。以及战衣铠甲的图形上过于复杂，这些大的多边形网状镂空位可以说成了这个战衣视觉上的绝对主体。如此抢戏的同时，它本身又没有什么设计倾向，傻大憨粗的镂空图形也让战衣本身想表述的科技感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拼凑感。我原以为电影会对这一形象的外观有所解释，例如说这些网状的孔位是不是代表某种立场，
以配合这一版蝙蝠侠和闪电侠一起穿越的剧情，或者是战衣如此突出的拼凑感和不算合理的着甲位，是不是和闪电侠穿越到其他维度的故事中，利用有限材料拼凑的一套装甲，让铠甲的设计细节立住？但是电影里是完全没有，那整体的设计就只能有2个字评价：乱套。那针对于玩具产品的外观塑造还原度上，这么说吧，这一版的迈克尔基顿蝙蝠侠外观上做个模棱两可，细节上做个千疮百孔，连演员在这部电影中最具辨识度的体型体态特征都没抓取。但是我预估啊，就得有不少人对于产品的评价是这样的，甚至会延伸到这款产品上，叫冷门出精品呐。这可真他妈是句屁话。所谓冷门，本质上是对你而言，产品所对应的原作形象影响力低，或是年代久远，角色造型上不够讨喜，加之没有细致的观察和考据，从而对外观只有一个糊涂印象，因此做出个轮廓就觉得还原度高，但凡做的还是个人形，就觉得它板正。这种它不叫冷门出精品，这是无知出精品。只要够无知，那款款是精品。这个作品就是典型的就做出了个囫囵框架，从头到脚都是想当然。外观上核心问题就是表现上太粗太胖了，现在的表现是个大胖子，穿3层大棉袄3层大棉裤，外边再套3层羽绒马甲，所表现出的感觉，人物的体型就显得相当臃肿且僵硬。导致这一问题的就是内衣的工艺用错了，原作这个盔甲里头不是塑形肌肉衣，是个纹路很大的织物，也算紧身，但是修身效果一般。人物往那一站，腰胯部位是一个竖线，看着像没胯似的，肋下腹部也没有塑形肌肉，这老大腿大胯大腰让人物形体上用力过猛了。这也就是本阿弗莱克版蝙蝠侠大众还相对对之有一个魁梧的印象，要换别的产品上就这一个毛病就够一蒙到底的了。而且工艺明显用反了呀，迈克尔基顿版它要表述的是塑形胶衣，非常适合这种塑形肌肉效果，尤其是裆部，加上能更具还原度。反之这一版选择常规的织物，内部不用做过多的填充和塑形，观感上会相对现在自然一些。内衣的大纹路还原还可以，但是因为原作那个内衣啊，它的质感像是毛衣一样，没有什么突出的光泽。这个塑形衣相比之下显得就有点太油了，对于盔甲质感和纹路上倒是没出啥大问题。相对细密的纹路和盔甲上相对内敛的光泽，没什么突出的金属感，这确实是这套盔甲的特征。再回到大方向上，它的问题就是配色，蓝色是这套战衣的特征色，在电影的滤镜之下是一个比较纯的蓝色，但是产品整体的配色全都深了，尤其是这个头雕，它基本就已经接近于黑色了，实际的颜色应该和这个披风类似，它俩在调色上相近，也能解决不少肩部的结构问题。内衣色应该是个偏蓝灰的颜色，胸甲的颜色也应该再浅一号，原作中这个胸前的黑色标志应该是能从胸甲上很直观的突出出来，现在的有一种灰黑和黑色的顺色感。对于肩部的塑形上，这个披风在电影里是使用了后期技术，让它在观感上基本和头盔是一体的。这个想要在玩具上表现，基本上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一体脱模一个连披风的大胶件，这披风也是胶的。那如果不想使用这种办法，披风最重要的提点就是应该让它在颜色上和材质上都和头盔相近，让它俩的一体感越强越好。厂商这个披风吧，它选色挺好，轻薄程度也可以，但是非常叛逆啊！人物是个偏皮质的头盔，披风非得改布的，披风是个藏蓝色，人物非得做蓝黑色头盔，让这两块有相当强的割裂感。对于这个 IP 的呈现，这是非常不合格的。其他蝙蝠侠电影里的头盔，它是可以脱离披风独立展现的，头盔下顺延的图形结构都是完整的，它可以独立存在。这一版因为披风是头盔的一部分，独立存在的时候，这个头盔有非常强的切割感，理论上这个东西它就不应该存在只有头盔的造型。这个位置用非常鲜明的异色把它突出出来，一离近了看，这位置这脑瓜子像披上去的，这完全不合理。胸甲是还原了原作的功能性，可以手动做开合，但是打的稍微开一点就会露出头盔的衔接位，而且动两下这头盔下沿消光全他妈蹭掉了，所以这配置限制极大，基本没用。甲片不论是胸甲、臂甲亦或是腿甲，绑带都用的真实材料，衔接感和稳定性都过关。咱们看一下这个头盔头腰，这相当重磅了，这他妈做的是谁啊？抿嘴儿、大厚嘴唇子、不对称的法令纹，除了胡子的涂装和力度，这和本阿弗莱克有什么关系？想必这时候又有聪明的同学说了，云老师这可不能批评啊，厂商可不容易啊，这部电影里演员的肖像权他不方便得到啊。这不是理由，厂商
其产品定位的本质就是偏向定制化的量产明星人偶。明星人偶没搞定明星版权，咋的？我们还得夸你啊？产品本身没有演员肖像权的加持，那又和第三方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这和品牌的定位、产品调性明显是不契合的，没有解决最基础的问题，产品就不应该立项。作为消费者，我买的是刘德华，你给的是马德华，这干的也不是人事啊。替换嘴型，微微呲牙的和幅度大点的，这俩嘴型本身的呈现力度还可以，但是依然没有任何对应演员的辨识度。那有同学说了，这个做的是替身，那替身演员多不容易啊，给个出镜机会，咱也大可不必这么糟践人啊。那替身长得也没这么磕碜。产品的面具头有2套，替换这个主要是针对可动造型，例如说骑摩托抬头的这个画面，这个头的头颈是分体的，磁铁吸附和品牌的黑暗骑士蝙蝠侠或是新蝙蝠侠用的同类设计，可动幅度没啥问题，头颈的完整性也过关。那针对这一头雕的刻画，也肯定还会有质疑声音。你看品牌方说了，后续的 BYS 产品嘴型可以替换到这顶上，拉回演员的还原度。那不提这个呢，这产品可能罪过还没这么大。俩问题啊，第一是我买的这个产品它本身就是成品，你跟我说获得演员肖像权的配置，我得再买一个后续的其他产品，这本来就很荒唐，而且这个配置不可能成功。BYS 时期和闪电侠时期相隔挺久，演员的面部变化也非常大，都快像俩人了，还原一版就不可能还原另一版，这个1配2不可能成功。而品牌方针对这一配置最终交上来的答卷，可以说相当让人惊喜。我未必能实现1配2，但是我可以把2个版本都做崩。BYS 这个头的水平啊，跟这个也差不太多了。下回做成这样，真没必要买版权，犯不上。替换之后实际的提升效果非常有限，而且这一1配2的配位也并没处理好，面部明显是不贴合的，两边上头都缺一块，微张嘴的不适感会更明显。它上下左右的轮廓几乎是都不匹配，都有缝子。这怒嘴它几乎就安不进去，想硬安的话，顶上这块早晚磨变形了。而且这一配置它也存在明显的冲突。BYS 这3个嘴处理本来就够差的了，就一个平镜嘴勉强能看，而跟这个形象最适配的也是平镜嘴型，他俩还得抢一个，所以这个所谓的1配2方方面面都是垃圾。这就他妈不是1配2，这是他妈1坑2，由一个配置带崩2个产品，高啊！产品人物的道具配件几乎没有任何可讲的，蝙蝠镖、钩爪枪，小10年前吧，咱就跟随着品牌的 BYS 线看过，那就直接看这个最核心的第2主体，这一版的蝙蝠摩托。得说这个玩意吧，它的设计主题比战衣要明确的多，就是一匹看起来笨重且马力十足的金属机车，敦实扎实就是它的第一记忆点，有着旧工业风的金属感，配合其体积所给予的视觉冲击力也相当直观。其创作灵感应该脱胎自苍白骑士，但是相比其更锐利的线条，电影中更具压迫力的锤头感是让这个车显得更暴力。而对于这个车的产品表现，那只能说该做的都做了，最直观的尺寸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力实现了，基础的外观细节乃至质感也都完成了。旧化的处理稍微较重，但是不过火。排气管子上这个渐变的紫色涂装显得挺绚丽，倒是挺为这个整体的层次感提格。摩托支架有2个，材质是透明亚克力，泛着淡淡的蓝色，这个轻微的颜色让这小支架显得挺高级。摩托的一些功能性，除了轮子的联动和没啥联动的握把，还有可开合的用于防弹的翼状挡板和电影中用于开路的巨型三角锥，整体作为载具的印象特征和视觉观感完成度挺高。那对于载具道具最重要的就是适配，那只能说是能骑。对于原作重心压低，几乎趴在摩托上的这个骑法，实现上是比较费力的。而且用于适配可动造型的这个可动头，磁吸头的天然劣势，配位不稳，这脑瓜子又挺重，固定上也略显吃力。而且这个贴胶衣它本身就不太契合这种长期需要伸腿拉胯的产品，长期这么摆极易留印极易爆开，会大幅度的降低产品的使用寿命，这也是在产品制作上给自己埋的雷。Hot Toys 闪电侠电影版的本阿弗莱克蝙蝠侠这个产品非常失败，一方面失败在其配置上，一个在电影中戏份刻画就是边角料的形象，没有支撑起品牌几乎同系列最高规格的产品之一超大的载具套装，而作为官价超过4000人民币，也几乎是品牌同系列定价最高一档的产品，演员的肖像权问题都没解决，产品本身和产品售价乃至是产品规格有着方方面面的不匹配。
1配2嘴型的灵机一动，轻而易举地干碎了2个产品。即使抛出以上的所有问题，产品本体的刻画上也称得上足够平庸，并没有让电影里就不怎么出彩的形象在产品上做出足够的卖点。那可能还会有同学讲，这是演员本·阿弗莱克的谢幕作品，它有着非常高的含金量。那么本·阿弗莱克的谢幕作品，他做的最起码得是本·阿弗莱克吧？再加上电影中对于这一版蝙蝠侠戏份的大傻瓜刻画，我也不觉得这样的谢幕有什么体面可言，没啥值得纪念的。